我是简金倩，我拍小超人的时候18岁，我今年已经30岁了。从我懂事开始，我就是聚光灯下的宠儿。我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国际选美比赛的冠军了。但现在我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自己。We're gonna pulse the carriage in 3, 2, and 1. 我是小超人，我回来了。Arms forward, maybe. Extend the back leg back. Very good. Come back. 我现在做 Pilates 的教练已经做了 maybe 差不多3年。Bring it back in. We pulse up an inch, down an inch. Moving the carriage out a little, in a little. Last 10 seconds. 我很喜欢 Pilates， 因为有点像跳舞。你做了 Pilates， 你的 posture 会很美，而且又很健康。所以我现在做一个 Pilates instructor， 我可以把音乐啊这些东西带给我的 class， 就是我 program 的运动。我小时候最喜欢跳舞，因为我觉得可以放轻松一点，可以再 express 我的 feelings。我很认真哎，我还记得我穿这个 costume 痒痒的。经验告诉我，表演的时候如果跳错了，要继续跳下去，因为观众并不知道我跳错了。就说妈咪有按的。My God 现在我在拍第8波道的连续剧1+1等于3。拍戏是一个 opportunity， 给我就是 just try， 然后爸爸妈妈就给我去试试看，看我喜不喜欢。拍戏其实很好玩，那时候头发跟现在头发都是一样。而且我蛮可爱的嘞。我当时拍小超人的时候是差不多8岁。我就是拍了这个小超人之后，就会有比较多 opportunities 去拍戏、拍广告啊，去唱歌、跳舞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最忙的时候是我们要从新加坡飞去美国，因为我在美国做 beauty pageant， 然后我们要飞回来新加坡，还要拍戏、跳舞、唱歌之类的。每个星期我有3天要上舞蹈课。我那时候一定会累啊，我就是每个东西我去做、去参加，就是 have fun。他自己从小时候他就会有他自己的主见，那就是他有时看到电视播的广告，他就会或者是老师介绍的，他就会说妈妈我要去参加，我想试试看。我真的不记得我拿了多少奖哎，差不多10到20个奖。他以前小时候是比较刁蛮、任性，说要就是要，他就是一定要胜利。我一定要把全部东西做好，一定要赢。然后我就是每天练习哦，没有跟朋友出去，没有一个 social life。这个是我自己要的，因为我自己要给自己压力来 ，OK， 我一定要做得好嘛。我对他的要求啊，其实不是很高，反而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只要他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虽然我看起来很像很开朗、很开心的人，可是以前我也是有经历过黑暗的时光。那时候我还是就13岁。我的老师就看到哦，金倩她会唱歌、会跳舞，可以在学校上台表演，我觉得好玩，可是不是每个同学都喜欢我这个 talent。为什么金倩会有这么多机会啊？是不是老师比较喜欢她这些东西啊？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是会有被欺负。我就感觉到他有一点不对，就是一
一直把自己收藏起来，有很多东西他都不跟我讲，瞒着我，所以我没有想到同学会让他有这样大的反应。我就不懂怎么去接受。那时候我还很小，还不会什么跟爸爸妈妈说，所以我就是变得很难受啊，每天很生气，每天哭啊，不想上学。那时候到现在，我有很多好朋友，就是帮我度过难关啊。他们就每天会打电话给我，每天 message 我，讲今天你 OK 吗？你还 OK 吗？不用紧啦，你没有赢不用紧，你没有拿到这个表演的机会不用紧。他们就会 support 我，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会 overcome。我会跟我以前那时候的我说，你不用给自己太多压力。你以后长大，你是一个好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现在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没有去管他了。我现在是在 MediaCorp 987他们的 part-time DJ。 Hey, what's up? It's me, Louisa, here with you, keeping you company all the way till 6 o'clock. 我最喜欢的是播音乐，因为全部的歌我们播是我很喜欢的。Maroon 5 featuring Cardi B. 也是因为我可以去明白我喜欢的歌手啊，他们的新的歌啊，他们的 live， 他们来这边新加坡concert 的这些我都可以学。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 I hope you guys had a great morning. I like to teach the road. 我小时候的梦想啊，是想要当歌星哦。因为我的妈妈、我的婆婆、姐姐、我的 cousin， 他们都是舞蹈、唱歌的人，从小到大，音乐每次陪着我嘛。我在13岁的时候 go through like puberty 这样子，对吗？我就很 awkward。我有一点肥，还有脸很多痘痘，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给自己很多压力哦，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很瘦，就是要很美，人家才可以接受我。我那时候觉得我不够好，因为每个人都讲今天全部东西你一定要做好，你要赢。很像我要去参加 singing competition 是叫 Final One， 我是没有赢啦，我是在 Top 8。这还不错啦，还不错，整个新加坡 Top 8还不错。Congratulations, Louisa!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Louisa. 我觉得我要上 TV， 我要瘦一点。那时候我17岁而已，还要戴那个 braces， 不漂亮哦，头发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有给自己很多压力啊，自己不满意哦，因为我看自己在 TV 嘛，就来，为什么我这样丑？ Louisa is the only person, when you really look your age, it didn't quite work for you. I told the designer that I wanted to transform myself from a young teen to a woman. 那时候是真的是很 life changing， 因为我也是got exposed to social media。Then 就是每个人在 Channel 5他们看的，他们就会在 YouTube 这些 comments，then 我就会看哦。Then 有些是不好的 comment， 我就很伤心。妈妈有跟我说过，我看到人家这样讲你，我心里不安，因为是妈妈嘛。看了我自己是有一点生气，我还有跟他谈过，我说你确定你要走这条路的话，你毕竟要懂得怎么样忍受。如果你是不能接受的话，你就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下去，因为你会很辛苦。我觉得我这种感觉是因为 society 要我们美一点、瘦一点、高一点，所以我给自己很多压力了。我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全部我什么东西都做要做第一。我的家人，因为他们全部都很 supportive， 在外面 perform 还是在外面比赛，他们都一定会来，他们就给我他们的100% support。如果我没有他们，我真的 I think 我不会在这个 industry survive。
我应该是 maybe 20多岁才明白，跟自己说，哦，没关系啊，你现在你不要去一直跟别人比，你跟自己比就好。那时候参加 Final One 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 LaSalle 学院读书了，就是去读音乐，就唱歌。我在那边唱歌的时候真的很开心。我从5岁就开始唱歌，可是只有在这个学院我才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我毕业后在一个company 做他们的歌手，like a singer，so 我也是有帮他们写歌 ，record music。当时候是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就要我换成很像不是我的人呐、就是在我的 social media， 他们就会说你不可以 post 很像你的家庭、你的朋友，我就不太喜欢哦，因为我自己觉得不像自己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可以 enjoy 音乐，所以我就不开心哦，然后我就离开，没有继续做音乐。Time for the local lowdown, your guide to a weekend fun. 我现在还会想要唱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我现在是还没有机会啦，以后有机会就要。现在我当个 DJ 也是有跟音乐有关，我做一个 Pilates 的教练，跟音乐也是有关。我在学校学的东西，我都可以带来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来 apply to it。I am gonna be having a little chat with you about your highlights of the week. 我现在我的 DJ 的工作最喜欢的是跟 listeners 聊天啊。我们的工作不是播音乐还是什么，我们也是要当他们的朋友。I do have a few stories t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Saying hello to Natasha. 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个 super power， 就是如果我问一个人，Oh, how are you? How's your day? 他们就会慢慢的跟我 open up， 跟我说他们的感觉的 feelings。Be yourself and be with yourself as well. This is a form of self-care. 以前我的朋友他们都一直听我的 worries， 听我说话 support 我这些，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要跟他们一样哦，就是听别人他们的 stories support 他们。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魅力是别人在看你 ，Pilates 的魅力是 focus on 自己 ，challenge 你的那些 body 跟 mental 的 awareness。Arms forward, we're gonna draw those big circles again. 我觉得做 Pilates 跟音乐的 connection 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做 Pilates 的时候，如果有对的音乐，你做的就会很爽的感觉，你就会 feel 很 challenge， 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tool。 Very good. Just your arms open to a T. Stand up. 我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我做工的这些 jobs 都没有什么跟唱歌有关，我就会觉得哦，我还是有一点很 miss singing。歌唱比赛的歌曲和舞蹈都是我的歌唱老师帮我选的，这位是何老师了。我1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学唱歌了。这个地方不一样。我应该是从10岁、11岁开始就没有来何老师家上课，有差不多12年没有见到何老师。哎，好吗 You so handsome 嘞！ ？No 啦，你没有变呢 ，Hello。哎，Hello，他的脸也是没有变，还是很帅，很年轻。哒哒。我今天是来何老师的家，是因为我11月结婚嘛，要唱一首歌给我的fiancé，何老师就会帮我来练习，因为我太久没有唱歌了。Would you stay the night so I can hear your voice again? Give me a memory. 哦，这首歌我听过。啊，用在这个 wedding 很好。因为它是有一点比较一个那个 love letter 这样。以前可以说是可爱吧，现在成熟，有那种
成熟女人又漂亮的那个感觉，哇，看他们真的成长，我们觉得真的是你知道老了，在练习的时候你是站在这里，那时候你还这么小嘞。现在我很大只。这么，他现在的声音带有一些成熟感吧，好，跟以前不一样啦。而长大了之后，他们经历过一些喜怒哀乐，所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可能他们有些画面 can relate 啦，我可以讲可以 relate。你听他唱歌会有一种让人家感觉到他有一种专业的一种水平。我现在陪你问吗 OK， 可以。好，你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吗？我还记得啦。那跟你讲是摩托步，还记得吗？我今天跟陶老师上课的时候，真的是我的 memories 全部回来，因为很像我小时候，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会上很多课。Actually， 我 towards competition 的时候，我就会差不多每天会来跟他练习。Well done, reflect。快点不要唱。慢慢，因为何老师让我喜欢音乐，如果没有他，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爱唱歌。前面的这一块你再给多一点的一些表情，因为有时候人就是到了一个年龄，他们有很多的一些事物要做，那音乐这一块可能忽略到了我会觉得可惜可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再回来唱，因为这个是他的兴趣，跟 interest 这个东西是不会老的，所以keep it up， Louisa，继续唱下去吧，不要停。我还是有唱，自己在家里唱，弹钢琴，冲凉的时候自己唱歌。可是，这些 professional 的 practice 我已经很久没有练了，所以今天回来我就觉得我刚才有想过，可能我要跟何老师说，我要回来跟你学唱歌。没有，真的，我有想过，还没有问他，我等一下回家回 SMS 他。从小到大，音乐名是陪着我嘛。我音乐是这样代表我的家人哦。音乐给我的感觉是很安心哦，很 safe、peaceful。我也喜欢选自己要穿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过妈妈一直跟我讲，漂亮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是处事待人要好。他就是一直很多比赛表演那我就因为他们的服装真的好贵哦。以前我妈妈也是一位裁缝师，很多衣服还是外婆帮我做的。做衣服呢，我是因为一路来我都是有兴趣的，我就开始去学，就是开始自己看那个 YouTube 这样裁了，他们就穿上台。我说哇，你们好大胆哦，还敢着穿着我的衣服去跳。他用心跟用手来做，就是我穿的时候，我感觉是很开心哦。还有我今年11月要结婚，所以他现在在帮我做一个婚纱。16年前，我自己本身是生病了那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说我能活下来的话，我就会给他们一人做一件婚纱。这样的 pattern， 一点 off shoulder，对，这种。但是我觉得有点把你不美的线条展现了出来。开始我就问他，你喜欢的款式是怎样的？要不然你就去婚纱店，就是看一下，看你有什么 idea。那么你回来你跟我说，他有听我的话，叫他就去试了。那么他就跟我讲，他喜欢这样类型的，所以我就是选了这个 top， 让你的身体显得比较瘦一点。OK， 重点是要瘦啦，可是那个是重点。要瘦吗？重点是要把你的身材带出来。OK。我对他未来的期望，要他健康 ，spiritual everything， 他都要很 healthy。
准备他的另一段的人生。Go, Any song? baby girl. 这20年的 experience， 我学到很多东西哦，就学到像 discipline， 学到怎么 appreciate 我周围的人，老师、爸爸妈妈、朋友这些，我就要找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了。我现在希望我的未来就是要开心、健康，跟我的老公 live happily ever after。